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呢紧急更新一期啊，因为刚刚呢在微博上呢刷到了一个博主发的文章，他介绍了这个巴厘岛命案的这个来龙去脉啊。那根据我之前看到的一些信息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版本呢是最接近真相的一个版本。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频道要讲这个命案呢？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一些加密货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我们所有的币圈的人都要知道这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币圈里面这个活得更加的长久。那另外这个发文的微博的博主呢，他也是希望这个真相呢是越多人看到越好。那么等我讲完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大家也对照一下你手里面的这个币啊，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币，那我们也可以去甄选筛选一下啊，那以免被骗。好，那么我们直接进入这个主题啊。那根据博主叫涅槃重生虚实日这个微博上的一个博主他的介绍，那个男主呢是参与了加密货币洗米的一个环节。那具体洗米是什么？那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我暂时理解为类似于洗钱的一个动作。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黑的这个资金呢在流动，那黑的这个资金呢想要变白，那必须要走一个环节，就是他文中所提到的这个洗米。那么咱们也简单的是就事论事，没有必要站在什么道德的层面去指责什么。那有需求呢它就有市场，那这个事情呢总归是有人要去做，而且赚钱的事情呢并不寒碜，那我们暂时理解为只是一个赚钱谋生的一个工作吧。那么男主呢就是做这个行业做这个工作的人，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那我也是这个看他的这个微博也是第一次听说，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呢简单的再复述一遍。那其中有一些不太符合逻辑的地方呢，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呢加以修改。那如果说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那我们接着说这个洗米的这个事情啊，那需要洗米的人我们称为米家。那么他们有需求的时候呢，就会找一个操盘手，那也就是这个我们文中的男主。那操盘手在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找到专业的这种发币的团队，那开一个新的加密货币的盘子。那同时呢，在最早期的时候呢，让米家把一些干净的钱通过干净的账户，在币价最底部最便宜的时候呢，以这个很低的这个筹码大量的买进，然后呢操盘手会通过不断的做盘呢，把这个价格呢做的是来回的波动啊，最起码要像一个真实的这个加密货币啊，这个盘子在流通啊，然后呢通过各种手段再去吸引币圈的大批量的韭菜呢进场来买，那将这个盘子做大。那为什么要做大呢？那只有这个市值大了之后呢，才能实现他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洗钱的这个动作。那等到一定的时机成熟之后，那操盘手呢会把这个货币的价格呢不断的拉升，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币啊突然之间暴拉了好多倍，那中间呢也会有很多的韭菜呢跟进推高。那重点来了啊，那当把这个币价拉到非常高的价格之后呢，那操盘手呢就会让这个米家把之前投入的干净的白米呢在高位卖出，那然后呢让米家要把这个需要洗的黑钱呢大的资金来接手，通过这个钱包来进场。所以简单说呢，也就是黑米和白米在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换手，那这个时候呢币价呢应该不会有大幅度的下跌。那微博的博主在说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让这个盘子归零呢，我觉得呢不太妥当啊。既然是换手呢，也就是说黑盘接手，白钱呢离场，那这个时候币价呢应该不会有大幅度的下跌，所以说这还不是结局。如果说操盘手在这个时候他停手了，他不去管这个盘子了，因为他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呢已经达到了，那最开始进去的白钱也已经翻了很多倍，他出局了，那剩下的盘子呢里面呢只有黑钱和散户来自己来玩了，那不至于最后引来维权的人。那我们接着也会聊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博主他说的这个币价呢直线下跌，黑钱和韭菜同时灰飞烟灭，那这个动作呢是需要测流动性池子的。那么咱们在这个币圈防骗指南讲到貔貅盘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个知识点。所以说如果说操盘手在完成米家交给的这个任务之后并没有撤池子，而只是让黑钱留下来做这个底池，那黑钱和币呢就会相安无事，那除非操盘手最后的撤池子是给自己留的利润。那么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就会留下一个个的归零盘，那一堆堆的韭菜的维权人士也在风中飘零。那这样的话这个操盘手呢也不会得到安宁，会有持续不断的各种维权人士去找他的麻烦。那博主后面说他并
并不是割韭菜，所以说我判断呢，就是说操盘手并没有撤池子，因为韭菜进场呢也只是掩护大资金的撤退。那么这个男主也就是米家信得过的这种核心的操盘手，并且呢他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得心应手，那很早也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男主。那这个行业之大，无奇不有啊。那今天也是让我开了眼界，而且可能男主呢也只是挣一些与这个风险相对应的辛苦钱。那我们后面会再次提到啊。那后面男主遇害倒霉啊，倒霉也就倒霉在了遇人不淑上面了。那接下来我们只能用人心险恶来形容了，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值得学习去思考的地方啊。那2019年财富自由的男主呢，他觉得这个突然寂寞孤单冷了啊，那是时候去结交一些朋友了。于是呢他就去结交了一些所谓的朋友。那这些兄弟们呢也都知道啊他是干嘛的，那很快呢就会把他捧为座上宾。那男主呢于是就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那在一次洗米的过程中呢，那男主觉得这个资金很大，那如果说带上这几个兄弟帮大家赚点小钱呢，也不影响大局。所以说他就跟他的兄弟们说了，那大家呢又是一阵众星捧月。那男主很郑重的强调啊，一定不可以多买，而且卖出要等他的通知，不能擅自行动啊。那所以说这个节点，这个纪律呢一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那然后呢男主就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加密货币的盘子，按部就班的操作，就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动作去操作。但是呢这几个兄弟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飞升的机会啊，那背着男主呢陆陆续续买进了很多啊，并不是说男主交代的不要买太多。那后来这个男主驾轻就熟的把价格往上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盘面好像不太正常，很奇怪。因为这次跟风的资金呢比以往多了很多，但他呢觉得一切呢都在自己的掌控的之中啊。那等待合适的时机完成最后的这个环节，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出乎他意料的是突然有一天这个币的这个盘面呢出现了大量的卖盘啊。事发突然呢，男主呢急忙通知米主用黑米接住，那稳住价格。但是呢大跌来得太猛，引发了其他韭菜的疯狂的逃离。尽管放进去很多黑米去接盘，但是也没有能够止住价格的下跌。最后这个币的价格呢几乎就回到了原点，他的兄弟们的钱呢在高位全部都跑光了，那韭菜们也跑了很多，只剩下男主和米家呢在风中凌乱。那白米黑米灰飞烟灭，那米全部都到了他的所谓的兄弟们的手上。那这个地方更加验证了我前面的猜测啊，那男主呢并没有撤池子，只是单纯的用黑米拖住盘子掩护白米撤退。但是呢这个男主的所谓的朋友们在高位大量的抛售，它导致了黑米也没有办法去拖住池子，所以出现了暴跌。大家都知道这种暴跌时候的景象啊，那韭菜们会恐慌性的抛售，那尤其是这种没有什么基本面的币啊，大家都懂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男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呢就去质问他的这些好兄弟。但是呢这些人呢个个都矢口否认，他心碎了一地。那与此同时米家也要找上门来了，对吧？那么我辛辛苦苦给你的这个黑米全部都没有了，那你是不是吞掉了我的这个白米黑米？所以说男主呢也是百口难辩。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啊，那交友不慎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那大家也都是看到了。那所以说这个闷声发财的这个古训呢是多么的重要。这个事情这么一搞呢，那男主也是里外不是人，最后也没有办法，只能出走国外，那回到了他本来的事业的根据地东南亚。那在南昌购置好的豪宅呢也只能荒废。还好呢，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对他始终是不离不弃，陪伴他亡命天涯，也就是这个凶案中的女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能看得出来男主女主是非常恩爱的。那时间过去了1年多，男主就觉得这个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可能米家也没有那么在意了，所以安心的来到了风景宜人的这个巴厘岛呢进行度假，顺便看看呢有没有长居的可能。那结果呢今年的4月30号的时候，有人跟他说必须要把这个钱还回来。那这个一刻呢，他突然发现自己是真的没有未来了。他先给自己的妈妈打了个电话，然后心里挣扎了很久，最后呢还是决定要给女主一个正常的生活向女主提出分手。那并不是不爱了，是不能再爱了，让女主呢跟他公开划清界限，尽快的离开当地。那从这里我们看出男主的资金量与米主的这个黑米对比呢，简直呢就是九牛一毛。所以说就算他赔上身家性命，也没有办法去还清人家米家的钱。
钱，所以后面就出现了这个闻名世界的惨案。那具体的细节呢，咱们就不便在这里提了啊，因为鉴于这个死者为大，咱们也不放任何的照片了。那咱们今天聊这个事情呢，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币圈还有这样的玩法，那人性还有这样的险恶。那看来呢，多听听老人言，多读读老祖先留下来的古训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人可以不聪明，那可以没有钱，但是呢，一定要有智慧。那最后呢，祝愿大家都安全啊，资金安全，人生更要安全。那让我们在下次节目里面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